这里的魔气宛若黑血，流淌在这里，漆黑的令人发寒，粘稠如墨，压它侵蚀着一切。哪怕是圣品天至尊来到这里，恐怕也会在几个呼吸之内被魔化。一道光芒闪过，一道身影出现在这里，原本汹涌澎湃的魔气纷纷平静了下去，好似在向这道人影臣服。身影的周围有些红色火芒若隐若现，玄妙的神韵在流淌，虽没什么恐怖的气息释放，亦是给人一种伟岸的神秘之感。这道火芒身影看着眼前的魔气风暴，伸手轻轻一挥，搅动的风暴瞬间被撕裂，自动打开了一条通道，其内隐隐有着紫金般的不朽光辉在绽放，然后好似漫步般踏进通道，眼前一亮，踏进了另一方天地。紫金色的光辉充斥在这里，不朽威力无处不在。这片空间寂静无声，这般模样仿若安静了数万载一般，在紫金色光芒下仿佛永恒。就算是外面恐怖的魔气风暴，也丝毫撼动不了这片空间。迎面来的是一片巨大无比的广场，广场四周总立着一根足有万丈高大的擎天之柱，一共有着18根，纯粹无比的紫金不朽之力在上面流淌，巍峨磅礴的气机扑面而来。而在广场的中央，一座巨大数千丈的石像耸立，石像耸立天地间，不朽的气息充斥在天地之间，仿佛凌驾于光阴之上，不朽永存。石像乃是一位面容沧桑的老者模样，一见此容，脑海中便不由自主浮现一位通天彻底的伟大存在。不难猜想，这石像所刻画的正是不朽宫的公主。广场的下方同样是一片黑暗，黑到极致，令人发寒。魔气已经不再呈现气体状，而是形成粘稠般的黑血，恐怖无边的邪力本质在其中流淌，与上方广场紫金色的不朽之力呈现两个极端。这道身影双眼一望，便是可以看见黑血的后方是一道巨大的裂缝，而这道裂缝乃是世界裂缝。这道裂缝好似撕裂了天地，直达无尽的虚空，混沌虚无的气轮在外围流淌，虚空罡风在席卷，裂缝边缘世界之力不断流转着，正缓缓修复着这道裂缝。有意思，再过不久，这道世界裂缝便可以被完全的修复。这道身影瞬间便是明白了这里的布局，旋即身形一闪，来到了广场之上，看着这座不朽公主的石像，笑道：“不愧是天古纪元遗留下来的不朽神族后裔。”忽然，石像大放光明，紫金色的光芒映射，一道身影在紫金色的光辉下缓缓凝聚，身上的气息古老苍茫，仿佛不朽永存。这位道友过誉了，只是没想到你竟然知晓我不朽一族是曾经天古纪元那不朽神族的后裔。身影开口，苍茫的声音好似道音，阐述着天地间的法理。话音落下，身影走近，显露出他的面容，如石像一般，一位智慧通天的老者，正是不朽公主。这显然是他留下的一道残影。不朽公主继续开口问道：“道友应该不是这方大世界的人吧？”“不错，我来自另外一方大世界。”对于不朽公主有此疑问，火芒身影的心中并没有太过诧异。以不朽公主的特殊能力，加上她如今的境界已经跌落，更是不可能瞒过眼前的这位不朽神族的后裔。果然如此。不朽公主脸上有着一丝释然，轻轻的点了点头。有道友这般道行之人，看来魔神还并非毁灭我们这万千界面，我大千世界也算是保住了。没错，魔神入侵各大世界位面已然失败，身受重创，如今正在沉睡之中。火芒身影点头，没有诧异。此时火芒身影也是发现，以不朽公主的特殊能力，早就可以在大宙中跨界而行，自然知道这方大世界中还有诸多下位面的大陆世界。不仅如此，大宙之中还有诸多的大世界，甚至比大千世界还要高级。魔神虽强，但大宙中的其他世界里不乏有强大的那些诸神出手，在诸神汇聚之下，也成功的击退了这位魔神。只是在魔神背后有那些存在，才是大宙的毁灭极境敌。火芒身影的脸上则是露出一丝无奈和复杂之色。不朽公主一听，脸色变得极为震撼起来，便是惊异道：“道友，你的意思是说，在魔神的背后还有其他可怕的存在？”“正是，魔神只是那些存在的棋子罢了。真正能够威胁到大宙的危机，只有那些毁灭级的存在。”说到这里，火芒身影之上竟然散发出令不朽公主都无比的吃惊。沉默了片刻之后，不朽公主看着眼前的火芒身影道：“想不到在其他大世界之中，居然还能出现道友这般修为之人。”虽然不朽公主如今只是一道影像，但以她的眼力，却可以看出眼前这位道友的境界丝毫不在她之下，甚至更高更强。不朽公主紧紧盯着火芒身影，开口道：“道友认为我的道如何？”“不朽之道。”火芒身影当即神思飘飞，不断深入这团不朽公主所遗留下的道之本源，感悟着其中的不朽之道。不朽之道的流光开始转动，解析着不朽本源内部蕴含的不朽规则，感悟着不朽公主的一生所悟。恍惚之间，画面突转，火芒身影的精神深入其中，一瞬间，他仿佛化作了另一个生灵，以这个生灵的视角观看着这个世界。他诞生于天古纪元的末期，是不朽神族的后裔，本身智慧玄妙，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在自己体内深处激发了世界开天之初的不朽性质，经历了重重磨难，最终明悟不朽之道，成为一代无敌的不朽强者。画面疯狂流转闪动着，直至黑血遮天蔽日，寂寥空虚的虚空中，一缕缕稀薄的混沌气飘荡，在这里演化出种种奇异的变化，造化生灭都隐隐可见。一缕混沌气流飘过，掀起狂乱的空间风暴，罡气肆虐，诡异多变，哪怕天至尊的强者遇上，便会瞬间灰飞烟灭。这里是天至尊的禁区，一道魔光落下，所有的不朽山内的强者皆是无一幸免，唯有不朽公主与那道魔光之中的魔影展开了大战。下一刻，一缕来自不朽公主的意志彻底爆发了，恐怖的威能，不朽的意志在不朽山中流淌。不朽宫的各大宫殿被魔气涌动之间，被一座座的破坏殆尽。而在不朽公主与这位魔影激战的时候，发现这魔影竟然还不是真身，这还只是魔影的一缕意志而已。此时此刻，不朽公主难以想象这魔影的真身到底达到了什么神之境界。不过最终，不朽公主还是败在了这道魔影手中，而这魔影正是魔神。不朽广场上，火芒身影的全身都被笼罩在玄妙的光辉之中，不朽不灭的神韵在他周身显化。感悟着不朽之道，火芒身影的目的便是借鉴其中的不朽精髓，融入自己所修炼的道之中，使得自身的底蕴更深一层。紫金色的不朽本源在古恒正前方悬浮，一缕缕金色的光芒缭绕在其四周，不断解析着其中的奥秘，提炼着对自身有用的信息。与此同时，一个个紫金般带着不朽气息的经文于虚空显化，在古恒周身不断旋转着，阐述着不朽的玄妙。火芒身影睁开双眼，不朽的紫金光芒扩散开来，双眸闪现着紫金色的不朽奥义，看向远方。这就是真正的不朽之道吗？火芒身影领悟了不朽之道后，最后融入自己的道之中。而随着火芒身影领悟到其中的不朽道义之后，不朽公主的残影也彻底的消失不见了。然后火芒身影眼神一凝，似是看到了遥远未来的一角，那里有3道伟岸身影伫立，也有魔光闪现，在那里有着一场大战。这时，一股浩瀚无边、蕴含着造化生灭的伟岸力量自虚空倒灌而下，层层传递，透过不朽山，传到了大千世界的超级大陆之首的北荒大陆上空，引起异象连连。若非有着不朽山的层层削弱，大千世界早就天变了。而叶氏一族与李氏一族、赵氏一族的战斗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浩荡的不朽之力在激荡，不朽之力简直充沛到了极点。上空处，叶天白衣燃血，负手而立，浑身散发着惊人的煞气，好似刚从地狱中走出的杀神。恐怖的气息浩浩荡荡，压迫着周围的一切。而在他的对面，同样是2位气势浩荡无比的超级巅峰强者，看其相貌，正是李氏一族的李傕和赵氏一族的赵无恒。不过此时的他们披头散发，气息萎靡到了极点，明显受了很严重的伤势。我怎么可能会败？怎么会败？李氏一族的李傕面目呆滞，喃喃道，眼中满是不甘，还有愤恨的杀意。在刚才的一场交战中，他与赵无恒联手，居然还是败给了叶天，这让一向自负同境界无敌，更可越级挑战的李傕和赵无恒不敢相信，他们居然败在了同样是圣品修为之人手上。哈哈哈，我李傕居然败了，我赵无恒竟然也败了。此时，李傕和赵无恒渐渐地回过神来，仰天大笑，散开的头发披散，一双诡异的眸子死死地盯着气势已然攀升到顶点的叶天。纯粹的实力上，你虽然击败了我，但若非这里有着不朽之力的压制，你早就死在我手中了。不过你也到了强弩之末了吧？想要杀我们，根本不可能。李傕不甘的话音刚落，一双巨大、周身绽放着无尽光明体在他的身后缓缓展开，一瞬间，神圣的光辉便好似要普照世间，划破那无边的黑暗。正是无尽光明体。无尽光明体吗？叶天眉头一皱，看着那身后数万丈的原始法身影。此时，赵无恒的周身也爆发出原始的气息，一座同样数万丈高大的太灵圣体浮现而出，整个天地间的灵力皆是朝着赵无恒汇聚而来。太灵圣体上的原始气息浩浩荡荡席卷开来。叶天，不朽传承即将开启，你也灭不了我们承认，也奈何不了你，不如就此停手，共同探索如何？李傕此时已经冷静下来了，冷冷地看着叶天道，提出和解。赵无恒没有说话，显然也是这个意思。哈哈哈，追杀我这么久，杀了我叶氏一族如此多弟子，想要就此和解，哪有这么容易？叶天长笑，怒笑一声，攀升到巅峰的气势猛然一放，周身一道道金色的灵力提炼在疯狂呼啸，居然引动了周围的不朽之力。这灵力之中已然蕴含了一丝丝不朽之意，这种不朽之意居然隐隐间与这片天地产生了共鸣。虽然这不朽之意还很弱，但却是纯粹的，已然是触及到了这道门槛。万古不朽身也是出现在叶天的身后，散发出璀璨的金色光芒，恐怖的灵力瞬间呼啸而来，带着浩荡不朽不灭的威势，可毁灭一切力量一般。此时，李傕和赵无恒神皆是面露忌惮之色。该死，竟然召唤出了万古不朽身，拥有了一丝不朽之力。两人心中嫉妒不已。天了！两人心中怒吼，正欲出手，可就在这时，一道巨大的能量同样携带着不朽不灭的韵味，
自不朽山中爆发而出，不朽传承终于开启了。感受到不朽传承的开启，李傕和赵无恒眼神一冷。像他们这等圣品巅峰的超级强者，只需要一个契机便能够超脱圣品之上。哼，不朽传承只能是我们的。很快，李傕和赵无恒的声音响起：“是不是你们的，就看你的实力了。”叶天闻言，脸色变得极其冰冷，抬手间便是汇聚一方的不朽灵力，化作一道不朽神拳，向着李傕和赵无恒镇压了过去。李傕看到对方这一拳宛如青天之势压下，更有着一丝不朽不灭的韵味蕴含其中，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光明拳，太灵波，强大的光芒之力在李傕的周身汇聚，带着光明的拳印击了过去。而赵无恒周身的灵力更是前所未有的磅礴浩瀚，三道圣品巅峰的力量在空中碰撞轰鸣，让众人看得一阵心颤。最后，三道力量湮灭于空中。该死，居然丝毫不比我们的攻势弱。李傕和赵无恒似乎有点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虽然双方都没占到便宜，可要知道，叶天经过一番大战，消耗严重，也受了伤势，战力肯定下降了不少。在这种状况下，还能与他们二人联手的攻势战成平手，这叶天的实力实在太强了。叶天，今日你必死。这个时候，李傕的脸色变得平静起来，一双眸子深处却是饱含杀意。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嗡声传出，刚刚三人碰撞的力量好似触动什么。不朽山的深处，那六星芒般的阵印猛然间爆发出了滔天光芒，恐怖的空间波动弥漫开来。在那波动深处，纯粹的不朽契机若隐若现。一瞬间，三人都是明白了什么，同时放弃了出手，冲了进去，在空间涟漪间消失不见。那是不朽的传承，冲啊！我们还有机会。看着叶天和李傕以及赵无恒当先冲了进去，后方的众强者也是纷纷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满脸赤红，吼道：“叶天、李傕、赵无恒三人在众人之中实力最强，速度最快，当先冲到阵印前，准备传送过去。阵法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将三人的身躯全部笼罩在内。这通道充满着纯粹的不朽波动。恍惚之间，三人眼前一亮，来到了一方充满着紫金色光辉的天地。当先映入两人眼前的是一道背对着他们的身影，身影上有着若隐若现的火芒，那种感觉实在是极为的深不可测。他身穿火红衣袍，背负双手，背对着他们，气势顶天立地，伟岸无边，好似充斥了整方天地。三个小家伙，恭喜你们能够来到这里。那身影缓缓转过身来，一双比星空还要浩瀚还要深邃的眸子向着他们看来。一瞬间，他们感觉自身一切都被那男子所看透，恐怖到了极致。身影的话语好似笼中道音，在他们耳边回响。两人一个机灵，回过神来，连忙躬身低头以示尊敬。晚辈叶天，拜见前辈。晚辈李傕，拜见前辈。晚辈赵无恒，拜见前辈。哪怕这三人的实力已经达到圣品巅峰，此时也收敛了自身，因为眼前这道身影太可怕了，已经远远的超脱了圣品。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境界吗？叶天、李傕、赵无恒三人心底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深深感到为之震撼。这种气息浩瀚苍茫，深邃如星空，无上的气息，哪怕是圣品巅峰天至尊也远远不如。此人难道就是传闻中的那位不朽宫公主？本座并非不朽公主。似是知道他们所想，火芒身影轻笑一声，淡然道：“至于我是谁，你们就不需要知道了。”不是不朽公主。三人心中一惊，不是不朽公主，那又会是谁？瞬间，他们的脑海中闪过一个个古籍中记载的天古纪元时期的巅峰神人，猜想着此人究竟是哪位神人虚影，又为何出现在这里？这时，感受着这股浩瀚无上的气息，叶天心中猛然一动，好似想到了什么。这种气息，难道他就是从天而降的无上存在？叶天眼中骇然，心中几乎已经肯定，但却不敢抬头去确认，因为他可是知道，如果他的猜测是真的，那眼前站在他们身前的可不是一道虚影残像，而是一位真正存于世间的无上存在。火芒身影并没有在意叶天的猜测，看着三人淡淡道：“我如今也算是不朽公主的好友吧。不朽公主在那一场大劫之下陨落前留下传承，你们能来此，足以说明你们有资格得到这份传承。”三人闻言，瞬间抛去猜测，面色狂喜。他们要的不就是这份传承吗？这时，火芒身前，一道道金色的符文在虚空形成，流光溢彩，玄奥莫测，阐述着天地间伟大的不朽奥义。随即，火芒身影伸手一拍，符文在虚空泛起层层涟漪，冲入了三人的脑海之中。这一刻，叶天、李傕、赵无恒三人只感觉到脑中冲入了滚滚的信息流，这些蕴含的信息浩瀚，携带不朽，仿佛是世间最宝贵的知识。三人在痛苦又是喜悦中接受着。信息流虽大，可毕竟被火芒身影简化了很多。三人又是大千世界的绝世天骄，很快便清醒过来，回忆着脑中的传承记忆。哪怕以三人的心性，脸上都忍不住露出激动的喜意。多谢两位前辈的传道之恩，毕竟是绝世天骄。三人很快收敛喜色，齐齐跪谢道。火芒身影并没有理会他们，则是看着他们三人继续说道：“这是原始法身的三重修行法，以及不朽之道的一些奥妙。这三重修行法皆是得天堕，可谓是逆天而行。
如果能够领悟其中奥义，不管以后你们习得什么样的原始法身，这3重原始法身修行法皆是可以辅助你们修行。原始法身总共有10座，而如今你们一人身上各1座原始法身，还有其余7座原始法身。不过另外5座原始法身却不在大千世界。但是有了这3重修行法，你们同时还可以修炼其他原始法身。说到这里，叶天、李觉、赵无恒3人的心都是提了起来。他们从传承之中已经了解到，如果5座以上的原始法身集于一身的话，那么可成就大主宰；如果将10座原始法身集于一身，一旦明悟之中的奥义，便可超脱主宰，立地成神。火芒身影转头看向身后，一团笼罩在琉璃光芒下的身影出现在他们眼中。那身影神圣威严，古老却又不朽。3人可以从中感受到，那身躯之中蕴含着何等庞大、何等不可思议的力量，不朽不灭，永存世间。就在3人心神震荡时，又听火芒身影道：不过你们3人虽然都具备了原始法身，但是其中蕴含了最原始的不朽之气，天地间就只有1座，那就是叶天身上的万古不朽身。3人一听，目光深深一凝，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他们3人之中，只能叶天的原始法身才是万古不朽身。3人锋锐的目光好似利剑，纷纷直视对方，毫不退让。好了，传承你们也得到了，该离开了。火芒身影回头看着他们，不由得一笑，随即道：这不朽传承，我将它放于此地，待时机成熟，你们便可来此地。至于谁能修成，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不待他们说什么，火芒身影大手一挥，刹那间，3人只感觉天旋地转，回到了那些宫殿林立的空间碎片上。看着他们离开，火芒身影语气饱含深意：大纣毁灭将至，那些存在一直在窥探大纣中的至高神奥，而我如今已经领悟不朽之道，也算是成功迈出第1步了。叶天，你作为不朽公主的后人，万古不朽身非你莫属，但是为了大纣，我只能修改一些法则，真正能够掌握万古不朽身的一定是他。目光微转，火芒身影看了一眼外面正在进行的一场圣品大战，摇了摇头，看向北荒大陆之外，丝毫没有插手的意思。我该去领悟接下来第2步的道了。随即火芒身影一步踏出，消失不见。再次出现时，已经在大千世界的另一处区域。此时不朽山外早已是风起云涌，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战正在进行着。巨大的灵力风暴在高空碰撞，恐怖的圣品气势盖压一切，隐隐可见3道身影对峙着，那种恐怖的威压，哪怕是灵品、仙品天至尊都感到异常窒息。其中一人正是叶氏一族的叶天，而他的对手则是李氏一族的李觉和赵氏一族的赵无恒。3大圣品巅峰天至尊对峙着，虽是1对2，可隐隐之间，叶天一人却压制了2人。想要万古不朽身，那就拿出实力吧。叶天霸气的声音回荡在天地之间，掀起恐怖的灵力风暴。下方的众多灵品天至尊和仙品天至尊都为之震撼窒息，以及一丝惊惧。这些天至尊在平常也是称霸一方的超级强者，可在圣品天至尊面前，跟蝼蚁没什么两样。天至尊分灵品、仙品、圣品，每一品的差距都是天与地的区别。至于天至尊之下的地至尊，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是蝼蚁中的蝼蚁。该死的叶天怎么会这么强？李觉、赵无恒2人面色难看无比，眼中满是凝重，实在没想到叶天竟是强大到了这种地步。他们2人联手都奈何不得，甚至还反被压制。在他们的计划的第1步中，就是2人联手击败叶天，哪怕再不济，也要压制住叶天才对。毕竟他们2个也是圣品巅峰，哪怕是圣品巅峰的同等境界，也不可能是他2人联手的对手。而现在看来，叶天的实力虽然也是圣品巅峰，但是恐怕已经在圣品巅峰之中达到了尽头。难道这叶天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圣品之路的尽头，甚至要触及到那一步了？李觉和赵无恒脑中瞬间想到了这点，心中一惊，抬头看向叶天的眼中满是忌惮。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必须除掉叶天。2人心中有了共同目标，目光之中闪烁中浓烈的杀意。3人再度激战，绽放出了滔天的能量冲击波。叶天体内的不朽气息弥漫开来，横扫四方，瞬间将李觉和赵无恒的圣品攻势给冲散开来，让下方众人纷纷震惊无比。那是不朽之力，太强了！有人惊呼，看向不朽神山外的光幕，阵阵空间涟漪荡漾间，漫山遍野的人影浮现开来。怎么可能？此时李觉和赵无恒都有些不敢相信，他们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联手，居然还是败了。不仅没能围杀掉叶氏一族的弟子，自家弟子倒是损失了不少。突然，刚烈的气息从赵无恒的体内散发开来，猛然一拳轰出，天地间的灵力皆是急速汇聚，强大的圣品巅峰力量化作一道拳印，击破空间，向着叶天所在的叶氏击去。堕落在黑暗中的极恶者，接受光明的制裁吧。另外一边，李觉出手同样不慢，无尽的光辉在他身上绽放，化作万丈光芒，向着叶氏笼罩而去。叶天冷哼一声，似乎有所预料，
刹那间，不朽之光垂落而下，笼罩万里大地。叶天仿佛化作不朽之主，执掌这方大世界的主宰。不朽之力化作绝世杀伐，与两人的强大攻势双双湮灭在高空之中。巨大的冲击力横扫一切，所过之处，空间破碎，大地开裂，山脉崩塌，破坏力骇人不已，天空都变得模糊了起来，好似被击碎，恐怖到了极点。高空中，两道不甘恐惧的凄惨咆哮声响彻，随即消失。而后，两道灿烂至极的流光被击飞，显化身形，正是李傕和赵无恒。此时两人嘴角一血，气势萎靡，俨然受了不小的伤势。这时，天空变得逐渐清晰了，只见璀璨的不朽之气弥漫整个不朽山，一具身躯还悬浮在高空，散发着恐怖的威压。下方的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的众弟子见此，脸色惨败，面露绝望。叶天全力爆发出来的不朽之力实在太恐怖了，居然一击便将两位圣品巅峰天至尊打得形神俱灭。据传送阵，撤退。此时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的众弟子回过神来，便是高声呐喊。带着重伤的李傕和赵无恒离开了不朽山。伴随着三大霸主势力的圣品大战结束后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北荒大陆，甚至向着整个大千世界传荡而去，引得大千世界无数势力以及超级势力关注，甚至就连一些魔兽势力都为之动容。毕竟这可是涉及到了大千世界最巅峰的超级霸主势力，而且还是3个，其中更是涉及到了一位圣品巅峰天至尊击败了2位圣品巅峰天至尊。仅仅是这个消息就足以值得他们这些势力关注了。居然发生了这种事，看来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合谋已久啊。不过这叶氏一族似乎出了一位更强大的超级巅峰强者，我记得是叫叶天。叶天，北荒大陆的最强第1强者，大千世界的巅峰存在，一人横压2大圣品巅峰，并还击败了，那可是2位圣品巅峰天至尊啊，太可怕了！多少年没有出现这种事了。一众超级势力的内部，天至尊们侃侃而谈，发表着自己的见解。对了，听闻不朽山内的传承被叶天拿走了，那可是不朽的传承啊！这种事听听就行了。每次不朽山开启都有这种传闻，这么多年下来也没见真过。也是。不过经过了这次的圣品巅峰大战，叶氏一族算是登顶大千之巅了吧？叶氏一族已然成为大千世界的最强霸主势力。大千世界众多强者，诸多势力都在关注着北荒大陆战事的走向。在他们看来，叶氏一族已经彻底的崛起，就算是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也不再是其对手。大千的第1强者已经出现，那就是不朽大帝叶天。不过随着第1强者的诞生，殊不知过不了多久，一场天地浩劫也从天而降。多年以后，大千世界的薄魔处，诸魔帝、诸魔皇，你们率领自己的族人开始攻占这一方大世界吧。天邪神的话音落下，无数艘方舟驶入这大世界中，无边的魔气开始从大世界的外围处急速地向大世界边缘4周扩散开来。很快，这方大千世界中，一尊伟岸无边的巨大魔影大步地从大千世界外的薄魔处慢慢地走来，全身浩瀚的魔气邪恶，可怕到了极致。魔影笼罩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无数缕魔气缭绕周身，看不清面貌，但却能感到那种恐怖让人窒息。世界薄膜外，魔影重重，无边无际，遮天蔽日，浩荡的魔威笼罩这片大世界。这就是第3等级世界的大千世界吗？没想到连一个世界守护神都没有，已经落魄到这般程度了吗？一道巨大的魔影透过世界薄膜横贯在苍穹之上，阴暗邪恶的气息不断侵蚀着世界薄膜，吞噬着一切。那是什么？怎么会这么大？完了完了，世界末日要降临了吗？大千世界里的无数生灵此时抬头，皆是看见那道巨大的魔影，面露惊恐绝望，纷纷哀嚎惶恐着。真是令人讨厌的力量啊！魔影之中出现9个巨大血红的眼目，横贯在大千世界的薄膜之外，每一颗眼眸都大如星辰，比一座大陆还要庞大许多。魔影厌恶着大千世界的勃勃灵力与他自身的魔气完全相反，扑面而来，让他体内的魔气运转不畅，一旦进入将会受到不小的压制。诸魔帝，杀吧！将这里改造成我们的大本营，等占据这方大世界后，本神便重回天元界复仇。元尊，你给本神等着！肉眼可见，一兆的域外邪魔大军开始入侵大千世界，化作无数道洪流，开始冲击大千世界，以及大千世界中无数下位面的大陆，都被这些邪魔彻底的入侵。这些域外邪魔大军以一个个种族为一支部队，入侵着大千世界中不同的区域，魔威席卷无数地狱位面大陆。一时间，诸多大千4劫的生灵死去，无数生灵被奴役，绝望的气息蔓延至大千世界的其他区域。仅仅片刻，便是有着万千位面流血飘入，亿万生灵哀嚎声不绝于耳，被化作毫无生机的死域。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千世界内，无数强者皆是飞空而起，每一位都散发着威压整座大陆的气息，每一位都是天至尊的超级强者。该死，这些该死的域外邪魔入侵者，杀死他们，杀死这些入侵者！此时，大千世界内的各个天至尊纷纷携带各大陆的诸多强者，抵御着这些域外邪魔的入侵。
域外邪魔刚刚入侵，没过多久，战火便蔓延到了大千世界的大部分区域，无数下位面大陆被攻破，数千座大陆皆是被域外邪魔占领。这一场入侵对于大千世界而言，简直就是毁灭。这些域外邪魔竟敢入侵我们大千世界，真是该死！难道我浮屠古族注定要走向灭亡之路吗？太古五族之一的浮屠古族内，一苍老身影缓缓走出族地，全身散发着威压天地的强大气息，赫然也是一名踏足圣品之路的天至尊。他那沧桑的目光看向这片苍穹，喃喃道：“作为浮屠古族的一员，他深刻的明白这些域外邪魔的强大。我们还有希望。大千世界中还有5座原始法身，只要这5座原始法身有人掌控，就还有机会与希望。”老者心怀希望，走向祖地，准备迎接这场灭世大战。同一时间，其他太古五族各大顶级的超级势力也纷纷备战着，并联合其他超级势力形成同盟，共同抵御域外邪魔的入侵。巨大的魔影踏步而进，穿过大千世界的薄膜，浩浩荡荡的魔威席卷而去，笼罩了数千座大陆。漆黑如墨的魔气喷涌而出，魔化着大千世界中的灵力。刹那间，大千世界风起云涌，世界之力浩瀚涌动起来，向着巨大魔影压迫而去。这该死的世界意志！九目邪神感受到了这方大千世界的意志，那深深的恶意，似是要将其驱逐。那雷霆涌动之间，化作恐怖的杀伐，朝着九目邪神轰击而来。九目邪神怡然不惧，还发出邪笑之声。一道黑光从他体内冲天而起，形成浩大的灭世魔光，好似重现了当年天古纪元时期的灭世大劫噩梦一般。邪恶至极的黑暗之力搅动着这片天地，毁灭的力量汹涌澎湃，毁灭着这方天地的一切万物，最后直接击散了大千世界意志所形成的雷霆之力。不仅如此，魔光在苍穹上扩散开来，朝着整个大千世界蔓延开去，隐隐间可以窥见一道位面毁灭者，邪恶至极的黑暗魔影。魔光仿佛屏蔽了这片天地，将整个大千世界意志的感应都压制了下去。原本可以消灭域外邪魔的天法纷纷消失，这等伟岸强大的手段，唯有界外之咒来的天邪神了。果然有些手段，不愧是来自第2等级世界的先天神灵。不过你也不要小瞧了我大千的手段，毕竟这里是大千世界的主场。一道来自极为久远的沧桑之声在大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响起，这道声音来自大千世界的意志。是吗？就在九目邪神以为能够轻松将世界意志压制时，苍穹之上，一道无边无际笼罩整个大千世界的光幕微微显化，灵光璀璨，绽放出一种神秘伟岸的强大力量，朝着九目邪神压迫而去。一道道璀璨的灵光化作神秘的纹路，烙印在九目邪神周身，不断压制着他。这怎么可能？这是世界意志成型。九目邪神发出一道怒吼，浩瀚的魔威席卷出去，魔气疯狂喷涌，爆发出宛若黑日一般的能量，宛如一轮巨大的黑日高挂苍穹之上，试图挣脱这道枷锁。灵光璀璨，显化出世界规则，疯狂镇压着九目邪神强大魔气的波动。在2股能量的僵持之下，周围的空间早已破碎，化作一方漆黑狰狞的黑洞，吞噬着周围数以万里的灵力。许久之后，九目邪神竟是猛然吐出一口漆黑的血液，其气息也随之萎靡了下去。擦去嘴角的黑色血液，那猩红的目光森然地扫视着大千世界。整个大千世界的力量，果然还不是我能抗衡啊！这就是世界规则吗？不过九目邪神忽然诡异地大笑起来，沉声道：“不过我也不需要正面抗衡整个大千世界的力量。”九目邪神猛然收敛了笑容，一道漆黑邪恶的魔光从他手中射出，朝着下方的一座纵横万里的超级大陆轰击而去。伴随着巨大的轰隆一声，这座超级大陆轰然炸裂，板块瞬间碎裂开来，并造成滔天的海浪，高达100丈之高，一击至微，竟是如此恐怖如斯。对于这个结果，九目邪神却是摇了摇头，面色微微压抑下去，沉声道：“真是可恶的世界压制！本想击杀这方世界的亿万生灵，却不想没这个机会了。”旋即，九轮血红的眼眸看向大千世界的中心，嘴角却是微微上扬。一群蝼蚁，连主宰都没有，还妄想阻挡本神的步伐！九目邪神修长的身影负手而立，不急不慢地朝着大千世界的中心方向走去。哪怕周身灵光璀璨，仍是一步跨出便是万里之远。这一场的天地浩劫也是拉开的序幕。短短6个月的时间过去，大千世界与域外邪魔的战争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可局势对于大千世界却是相当恶劣，大千世界近1/4的疆域，以西方向上的无数座大陆已经全部被域外邪族攻占，其中更有数座的超级大陆，在3名圣品天至尊的带领下，依旧没能阻拦域外邪族入侵的步伐。而那3名圣品天至尊全部陨落，这一战真的是震惊了整个大千世界，无数生灵闻之惊恐不已，一股绝望的气息蔓延开来，使得大千世界的气势都低迷不已。圣品天至尊在大千世界之中都是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巅峰存在，然而就是这样巅峰的存在，在3名圣品的联手之下，居然还是败了。这造成的影响宛如一颗惊雷炸响，
3位巅峰强者全部陨落，连跑的机会都没有。这怎么可能？根据一位天至尊老祖所说，域外邪族一半的力量都在侵占我们大千的下位面大陆，只有仅一半力量进攻大千世界。噩梦大千这么不堪一击，我们拿什么抵挡？诸多大陆上，无数生灵绝望、悲伤，情绪低落。域外邪族真的太强了，传闻他们来自界外之宙的某一个大世界的邪魔，有着32大族统御，实力比我们大千世界强太多了。而且还有那位面毁灭者，俯瞰苍穹，还没有出手。很多强者开始分析着如今大千的局势，造成大千世界不堪一击的原因，一是域外邪族实力太于强大，二是域外邪族的进攻有组织性、统一性，可谓是来势汹汹。半年的时间过去，大千世界中的许多超级强者都意识到了这点，唯有整合大千世界的一切巅峰力量，方才有希望抵挡域外邪族的大举入侵。大千宫也应运而生，作为大千世界中心地带唯一一座超级大陆，北荒大陆可谓是大千世界最为繁荣强大的一座大陆。因为之前的北荒大陆不仅有着3大霸主级势力，更有亘古至今的不朽山，这些都造就了大千世界的繁华昌盛。虽然3大霸主级势力在叶氏一族叶天的力压之下已经彻底除名，可大千世界公认的第一强者却居住于此。这位第一强者的存在被众生尊称为不朽大帝。不朽大帝乃是世间5大原始法身之一，万古不朽身的掌控者，也因为这个原因，方才被众生尊称为不朽大帝。而李氏一族与赵氏一族2大超级霸主势力，虽然被叶氏一族力压，并没有对其赶尽杀绝，同时也是鉴定了不朽大帝第一强者的称号。传闻在一场覆灭之日，不朽大帝踏海而至北荒大陆，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如临大敌，遭遇生死危机，底蕴人脉倾巢而出，迎战第一强者不朽大帝。可结果传出，却是引得大千世界晋升。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2位圣品巅峰天至尊，以及请来的3名圣品天至尊，全部重伤，一战惊天下。面对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这等底蕴深厚的超级霸主势力，不朽大帝也被逼得不得不动用万古不朽身。此战过后，不朽大帝之名传遍大千世界，叶天这个名字也被众人渐渐忘记。10年后，域外邪族入侵，就在大千世界节节败退的时刻，不朽大帝挺身而出，号召群雄、各大势力代表以及各族强者汇聚于北荒大陆，与他们缔造大千盟约，建立大千宫，共同抵御域外邪族。而叶天也成为了大千宫的首位公主。众强者没有异议，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不朽大帝有这个威望、这个实力，能担此大任。摩柯古族的族长脸色发黑，但也没有任何的反对。虽然他们是太古五族，其拥有非常远古的底蕴，不过论目前的实力，不朽大帝是做适合的任选。北荒大陆的中心，大千宫众强云集，除了镇守前线区域的那些强者外，大千世界近一半的天至尊都已云集至此。大千宫内大殿中央，一个个席位一圈圈排列，呈环形向下，越往下越尊贵。这些席位大部分都是灰色的普通石座，银色石座较少，金色石座最少。按照规则，普通石座乃是灵品天至尊之位，而银色石座便是仙品天至尊。至于那些金座，则是唯有圣品或者顶尖超级势力之主方才有资格入席。下方最内环的一圈，一共有着20个金色石座，这20个金色席位，每一位都代表着大千世界的巅峰强者，每一位的实力最弱都有着圣品后期。如今除了镇守前线的5位巅峰强者外，这20席之中已有15位在席。这15人其中不是9祖就是9帝，9祖9帝乃是最近100年方才崛起的超级巅峰强者。大千世界的99座名列前茅的至尊法身以及原始法身都分别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也因此他们的名号在大千世界最为响亮。除此之外，还有一位乃是一气息飘渺如仙的神女，她的周身光影绰绰，光雨洒落，容颜模糊，但仅看那道纤细的身影，便有着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这神女便是美名早已响遍大千世界的洛神，不仅容颜绝世，风华绝代，其实力也是俯瞰芸芸众生，不比掌握原始法身的巅峰强者差上丝毫。这100年来，不知多少天至尊一般的天骄人物拜倒在其之下。大殿内许多年纪不大的天至尊望着他，眼中满是爱慕以及自行惭愧，就连9祖之一的太灵老祖也为他的美丽惊叹，满脸柔情地看着他。可洛神却是不为所动，丝毫没有在意他的目光。太灵老鬼，别看了，太灵古族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另一金色席位上，一袭白袍，容貌英俊，气质潇洒而从容的中年男子摇了摇头，笑着嘲讽道。其余8位在席的巅峰强者见此，笑而不语。太灵老族转过头来，瞥了一眼天帝，冷哼一声道：天帝，你懂什么？洛神终究会接受我的。天帝忍俊一笑，刚欲说什么，这时太明老祖又继续道：至于我太灵古族，你还是好好经营你的天宫吧，除了你之外，一位天至尊都没有，小心遭遇结束，被域外邪族盯上，10年心血，一朝尽毁。天帝闻言，面色微变。就在这时，大殿最中央，
20个金色席位环绕的中央，一道紫金色光辉呼啸而起，不朽不灭的气机流转间，不朽大帝降临，紫金色光辉消散，只见一道伟岸不朽的身影盘坐其上，那是一中年男子，身躯略显消瘦，长发披散，五官魅力惊人，此人正是大千第一强者不朽大帝叶天。叶天盘坐在那里，就好似一座神山耸立，巍峨不朽，让人望而兴叹，不可逾越。见到不朽大帝，众多天至尊都面色肃然，尊崇至极。显然不朽大帝的威望极高。这些大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强者看向不朽大帝，心中暗叹一声，他们不得不承认，不朽大帝如今的实力的确要比他们强上一些。最近100年来，他们也有多次交手，但总是输给了不朽大帝一筹，哪怕骄傲如天地亦是如此。不朽大帝盘坐石台，对着那环金色席位上超级巅峰强者点了点头，随即璀璨的目光扫视四周，这里来的天至尊都是隶属人类势力。至于魔兽一族，虽然也签了大千盟约，但实际上并不归大千宫统辖。毕竟不朽大帝虽强，但仍是属于圣品范畴，在逆天也没超脱圣品，还没资格统辖魔兽一族。整个魔兽一族，他们的实力底蕴可一点也不比人类弱，而且整个大千世界的魔兽10之6、7都在魔兽大陆，而魔兽大陆是如今整个大千世界最为辽阔的大陆，里面生活着的几乎全是魔兽一族的魔兽，大千世界的所有魔兽便归魔兽大陆管辖。人差不多到齐了，会议现在开始。不朽大帝低沉的声音传开，声音不大，却在众人耳边回响着。如今大千的形势对我们很不乐观，可以说是恶劣到了极点。虽说自我们大千宫建立以来稳住了整体局面，但前线的战况仍旧很不乐观。众人面色凝重，深以为然。别看他们如今坐在这里，实则大部分都只是灵力化身，真身都在镇守各地。不只有前线需要镇守，就连前线以内的区域也要防止邪魔肆虐。此次议会过后，我的真身也会赶赴前线，主持大局，后方就要交给诸位了。说到这里，不朽大帝将目光看向天帝、太灵老祖、浮屠老祖以及其他太古五族等人。几人见此，面色肃然的点了点头。去前线，算我一个。这时，一道悦耳清脆的声音传出，闻之让人心神摇转，不由得为之沉迷。众人有些惊讶，看向洛神。洛神你……太灵老祖面色微变，看向洛神，正欲说什么，却被洛神眼中冷冽的目光堵了回去。好吧。不朽大帝盯着洛神一会儿，最终不由得叹了口气道。众人见此，对视一眼，心神意会。太灵老祖则是有些痛心疾首。旋即，不朽大帝又继续道：除此之外，下位面大陆亦是失守了许多，而下位面则是我们大千世界的基石，不能放任不管。众人点了点头。无数下位面的大陆连接着上位面的大千世界，一旦下位面失守过多，大千世界就犹如漏子一般，域外邪族可以通过下位面随意降临大千世界的各处，到了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无力回天了。而且如今域外邪族正在收缩下位面的兵力，加持到大千世界的战场上，趁他们如今阵脚不稳，我们可以抢回一部分下位面，所以下位面巡查卫队的实力必须要增加一些。不朽大帝环视四周，还有谁愿意去下位面巡查卫队？众人默然，只有少部分愿意加入。那些下位面在他们眼中都是下等人而已，不是那么重要。而且谁都知道下位面域外邪族投入的兵力有多可怕，哪怕如今收缩了许多，万一只是陷阱呢？他们作为高高在上的天至尊，身后都有势力需要守护，没必要冒这种不必要的险加入下位面巡卫队。他们宁愿死在前线，也不愿死在下位面。算了，本座孤家寡人一个，没什么包袱，我去吧。这时，最内环的金色席位上，一位身躯魁梧的中年男子说道，他的眼中有着雷光闪烁，意志坚毅到了极点，周身战意弥漫，仿佛可以瞬息间崩碎一座下位面大陆。此人正是9帝之一的9战帝，同时也是拥有99座至尊法身前毛的战天体的掌控者。9战兄大义。众人纷纷侧目赞叹道：好，9战兄，下位面巡查卫队就交给你了。不朽大帝面色郑重道。叶天就欲继续说什么，猛然面色一变，浩浩荡荡的气息席卷开来，神秘古老的力量纵横，压迫在众人心头，全身被禁锢不得。疑惑地看着叶天，同时心中震惊着不朽大帝那深不可测的实力。叶兄，怎么了？天帝见此，面色微变，问道：各位，域外邪族的第2轮大进攻要开始了，魔兽大陆遭遇数十位天魔帝的突袭，目前正在激战，情况堪危，我们必须前去救援。不朽大帝沉声道。众天至尊闻言哗然一片，面色骇然不已。数十位天魔帝，众人听到这个数位都纷纷倒吸了一口气，就连在座的这些超级巅峰强者脸色都无比难看，凝重不已。在域外邪族之中，魔帝堪比大千世界的天至尊，而魔帝的划分幽、玄、天3个层次，实力对应着天至尊的灵、仙、圣3品，每一位天魔帝都堪比圣品天至尊。数十位天魔帝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数十位圣品天至尊，整个大千世界人类势力的圣品天至尊数量。看金色席位，差不多也就这点。数十位天魔帝突袭魔兽大陆，看这阵势，
是要将魔兽大陆一锅端的节奏。魔兽大陆位于极西之地，离前线已经很近了。域外邪族想要快速推进，显然绕不开魔兽大陆。他们也察觉到了魔兽大陆的强大，一出手便是绝杀。这时，一个杵着拐杖的老头发声了，声音苍老带着低沉。老头白须飘飘，一身灰袍，灰袍上阵印闪烁，他的身躯有些佝偻，但却没人敢小觑他。众多天至尊看向他的目光满是尊敬，因为这老头同样也是大千世界的超级巅峰强者之一，而且还是以临阵之道闻名。一印尼世界当是唯一一名圣品大宗师，天震老人。不错，魔兽大陆一旦失守，大千世界就如一马平川，局势将崩坏到了极点。我们抵挡域外邪族的希望怕是渺茫。不朽大帝低沉道，目光环视四周，特别是在九祖身上顿了顿。我记得魔兽大陆之中有一族，好像叫七彩吞天蟒一族，其中有一位拥有九彩血脉的吞天蟒，实力更是深不可测。我想，就算域外的那些天魔帝入侵，怕也能抵挡一阵子。这时，黑天古族那位黑天老祖开口道，他乃是太古五族之一的黑天古族，拥有5座原始法身之一的夜神古体，其底蕴比起一些超级势力更加的强大几分。的确，魔兽大陆中最强的霸主便是吞天蟒一族了。族中有9彩吞天蟒的话，暂时不会那么快被那些天魔帝占领魔兽大陆，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各位也必须前去支援。众天至尊乃至于九祖闻言，脸色凝重到了极点，他们心神领会，不由得点了点头。好吧，我真身即刻出动，前往魔兽大陆。浮屠老祖乃是一身穿青袍的老者，面容慈祥，缓缓说道。其余4祖同样如此。这个时候大局为重，他们也不蠢，自然知道怎么做。这个时候也由不得他们窝在后方镇守族内了。魔兽大陆一旦被攻破，大千世界一马平川，这一切都将没有意义。我万火老祖可去支援，赶到魔兽大陆应该不出3天的时间就能抵达。这时，一位身穿火炮的天至尊老者缓缓说道，他乃是超级大陆之一的圣罗大陆最强之人，他的真身则在镇守圣罗大陆，掌握99至尊榜排名第13的火焰灵体，以及拥有一道圣火榜排名第9的圣灵之火，从而踏足圣品之路。圣火天宫便一统了整座圣罗这等超级大陆，是圣罗大陆中最强的超级势力。万火老祖，不朽大帝对着这位火袍老者拱手示意，他乃是将火道造诣达到极深的层次，就算是不朽大帝都是对其极为的佩服。不朽大帝突然收到了什么消息，脸色变得很不好看，冷冽的目光在他眼中闪过。一些消息灵通的天至尊也好似知道了什么，面色大变。域外邪族突然加大进攻力度了，前线遭遇猛扑，奇魔雷帝他们也走不开，正在与域外邪族大军激烈抵御。不朽大帝沉声道，众人哗然，显然域外邪族连这点也算计到了，死死地拖住了前线的一些超级强者。蓦然，浮屠老祖乃至于另外9祖面色巨变。不好！浮屠老祖脸色十分难看，突然道，各位，我恐怕去不了了。怎么？不朽大帝眉头紧皱，脸色十分难看，想着这浮屠古族不会又找什么借口不去了吧？这几个月来，他也指挥不了这太古五族，毕竟这浮屠古族所在的乃是太古五族，底蕴极其的深厚，不朽大帝也奈何不得。但转念一想，又不对，毕竟他们这等强大的超级存在，也不是那么不明事理的人。域外邪族3位天魔帝突然降临我浮屠大陆，突袭了我浮屠古族的族地浮屠界，我如今正在与其交战。浮屠老祖沉声道，身影忽明忽暗，好似随时都会消失一般，显然真身遭遇了强敌。我泰灵古族亦是如此，我黑天古族也是，我荒古族也一样，我圣火天宫也被域外入侵了。其他4祖义士脸色难看的发声道，这些势力可都是大千的超级势力，没想到竟然同一时间被域外邪族大军攻占入侵。众人再次哗然，脸色苍白。不朽大帝闻言，脸色凝重到了极点，深吸了一口气，缓缓起身说道，看来只能我亲自前往了，只希望那域外邪族的首领还未摆脱世界的压制。不朽大帝之所以没有坐镇前线，便是因为他要防备的是那位域外邪族的位面毁灭者天邪神。浩瀚无垠的大海上，一道流光不断穿梭在空间层中，以惊人的速度向着魔兽大陆疾驰而去。随着不朽大帝愈发靠近魔兽大陆，天气开始变得压抑起来，阴沉沉的，甚至就连空气都有些粘稠，好似有着格格不入的力量渗透进了空气之中。下方大海海浪翻滚，卷起高大数十米乃至于数百米的惊人海啸，拍打在海面之上，还在剧烈翻滚着。更有长宽数千米乃至于上万米的海啸漩涡，吸扯着大海中的一切。其中一些巨大的魔兽腾空，散发着惊人的气息，急躁不安地向着远方游去。看到这一幕，叶天的眉头皱得越紧了，但还是向着魔兽大陆飞去。